柔新经济特区推进过程中，边境一旦多出15分钟，影响会直接扩散到通勤、工厂排班、货车时效、企业选址评估，以及住在柔佛、上班在新加坡的人口流动成本。过去，塞车常被视为日常摩擦，现在柔新经济特区进入推进阶段，边境效率已经成为落地条件的一部分。乌兰关卡这次分流显示，长期拥堵点可以被治理、被量化，并纳入整个特区的运行设计。当前的主要瓶颈集中在关卡效率、制度协同以及两边基础设施节奏的衔接。柔新经济特区的推进基础建立在新加坡与柔佛之间更稳定的分工关系上。新加坡土地紧张，成本较高，柔佛土地相对充足，成本较低，这种差异构成了互补条件。更关键的是，两地需要形成一个可以稳定运作的跨境都市圈。新加坡长期稀缺的资源包括增长空间、劳动力缓冲和产业外扩所需的腹地，柔佛提供空间和承接能力，新加坡提供制度、金融、供应链组织和全球连接。边境通行长期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这种互补关系很难稳定运转。企业评估布局时，会直接关注员工到岗时间、管理层和工程师往返安排、货车通行效率以及零部件过境节奏。通关不稳定会让柔佛停留在临近选项的位置，难以成为新加坡经济链条中稳定的一段。乌兰关卡因此成为整个特区运行的现实入口。对住在柔佛、工作在新加坡的人来说，核心变量是通勤时间的稳定性；对新加坡的工厂、餐饮、物流和零售来说，关键变量是人员到岗和服务运行的可预测性。关卡分流和更数字化的通关安排，说明边境正从高波动状态转向更可管理的状态。后续成效仍取决于技术治理、制度互认和双边执行节奏的持续衔接。在柔新经济特区框架下，关卡效率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安排。通关越不稳定，企业越需要增加人手、库存和缓冲时间。边境拥堵会推高工资成本、仓储成本、排班风险，并削弱投资信心。越低族属于高频、定时、刚性的跨境劳动人口。通关时间持续波动时，企业需要把排班安排得更宽松，也需要准备额外替补。对依赖准时到岗的工厂、餐饮和物流行业来说，这些都会转化为隐性成本。一个早班出现一批员工晚到20分钟，影响会扩散到整条线的启动顺序、主管安排和后续数小时的产出。跨境货车在关卡排队时间拉长，也会传导到仓储周转、收货窗口、配送时段和合约执行。冷链和高时效货物受到的影响更明显，因为企业面对的是时间和流程难以准确计算的问题。企业评估是否把后端产能、仓储、装配或部分服务功能放到柔佛时，通关稳定性通常是优先变量。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能否规律往返，供应商能否准时送达，零件会不会在边境频繁滞留，都会直接影响决策。边境效率也会影响城市生活的重组。跨境劳动变得更可预测之后，居住、消费、教育和服务配置才会逐步调整，双城生活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乌兰关卡分流措施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在大型工程全部完成之前，流量治理和车道安排已经能够降低边境摩擦。对于每天大约300,000人次的高流量边境来说，平均每人节省15分钟，会形成可观的时间释放。市场更看重的是边境能否从高随机状态转向可预期状态。这次分流释放出的信号是，边境治理可以在 RTS 和其他大型项目完工之前先行改善，这对企业信心有直接影响。企业在税务优惠和更稳定的通关时间之间，通常会把后者视为更基础的运营条件。RTS Link 是重要的跨境基础设施，连接乌兰北站和5级查卡站。
规划运力为每小时单向10,000人次。这项工程将提升新马跨境流动承载能力，也会改变大量高频通勤者的出行路径。RTS 提升的是硬件承载能力，整个跨境系统的运行效果还取决于前后链条的衔接情况。RTS 开通后，原本走陆路的一部分人流会转向轨道系统，柔佛端的接驳巴士、园区班车、停车换乘和最后1公里安排需要同步提升，否则拥堵压力会转移到站外。新加坡一端同样需要处理高峰时段与地铁系统的衔接问题，新的堵点仍可能出现在换乘节点。硬件能力越强，对配套系统连续性的要求就越高。柔新经济特区形成稳定竞争力，涉及的也不只是旅客通关效率，还包括企业人员往来的便利程度、人流和货流的分层处理、通关认证效率、数据共享机制、边界设定以及服务标准和执法标准差异带来的流程摩擦。这些细节决定实际运行效果，治理节奏也是关键变量。新加坡长期强调高标准流程和可预测执行，马来西亚一侧，尤其涉及柔、佛州和联邦层面时，还要兼顾地方发展、行政协调和财政现实，两边治理逻辑存在差异。跨境合作的难点集中在细节能否在同一时间线上持续对齐，乌兰关卡分流的价值因此更加明确。它反映出双方已经开始处理跨境链条中的具体问题，而不是把改善集中压注在 RTS 开通时点。成熟的跨境系统需要过关、换乘、接驳和企业流程形成连续运作，避免各环节各自优化，却在整体上增加使用者成本。RTS 将改善柔新通勤，跨境系统的整体效率仍取决于其他节点能否同步升级。越低足通勤压力的缓解，来自边境随机性的下降。对长期跨境生活的人来说，最大的消耗来自每天通行时间的不确定，这会直接影响准时到岗、下班返程和家庭安排。通关稳定性提高之后，生活安排方式会随之改变。时间价值的提升体现在睡眠、家庭相处、准时上班带来的压力下降，以及长期累积的身心负担减轻。很多越低族真正需要的是更稳定的通行环境，因为只有在可预测的前提下，孩子接送、长辈看病和周末安排才具备稳定性。经济选择也会受到影响。过去很多人住在柔佛，工作在新加坡，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差异，但边境不确定性会削弱这部分优势。通关稳定之后，双城生活会逐步从被动适应转向更主动的安排。对企业来说，员工往返更可控，也会提高他们对柔佛办公点、后端支持中心和混合办公配置的接受度。这种变化也带有区域合作层面的意义。新马关系长期同时包含合作需求和治理审慎，能够累积互信的，往往是普通人每天感受到的实际改善。边境效率持续提升，会让跨境安排从文件层面进入日常现实。与此同时，边境压力不会完全消失，需求增长速度快于扩容，或者两边执行节奏出现错位，新的堵点仍会形成。RTS 开通之后，压力也可能转移到接驳端、站外和园区交通。更准确的情况是，边境正从区域障碍逐步转向更有秩序的接口，这对柔新经济特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变化开始从投资层面传导到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越低族当前最需要的条件仍然是更稳定的通行环境。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新马合作正在进入决定长期效果的细节阶段。柔新经济特区能否成为东南亚具有代表性的跨境增长区域，取决于微观摩擦能否持续下降。边境效率、接驳能力、制度协同和执行节奏构成了决定成效的底层变量。未来观察 RTS 进度、关卡政策或柔佛配套建设时，包括 RTS 开通后的真实分流效果、劳动力流动安排、
以及新马外交层面的互信。